司徒仙君唤我来是，家中有事，我来辞行。姐姐，我为你追星分弦，你承这份情吗？当然。那你一定还记得自己给过我的承诺。这是姐姐不用紧张，在这个世界上，你对于我而言是最重要的人，所以我一定会保护好你的。姐姐，你是不是已经决定好选季伯彩了？不，我选我自己。若眼前的是季伯彩，你一定做不到如此坦荡。主上为他做到如此地步，他就只当人情债。他对季伯载也会是这般吗？不要再说了，我只要他没事就好。是吗？主上扪心自问，你是真的只要他没事就好吗？楚水灵州何曾出过情种？卿当真会不求回报？一会儿在路上，你再给我出几题。没问题。这么多东西，船车装得下吗？就算再多，也能装得下。晨曦，小心点。哦。我这2天翻书，
发现了可多瑶光山好吃的好玩的地方。那边还有个集市，只在瑶光山日光节前后出摊，说是瑶光山仙女必去圣地。哎，一会儿咱俩坐一只船，我要给你好好讲讲。确定我需要你给我讲吗？哦，对，我忘记你是瑶光山的。他坐我的船车。季仙君，我知道你跟明义是一刻不想分开，但你也得问问明义的意愿吧。当然，章台仙子，我是想向明义询问一些有关法器方面的问题。不错，对于法器我一直深感兴趣。况且，在外人眼中，她还是我的妻子，所以与我同城，外境才不会有人怀疑她的身份，对吧？听起来很难反驳，但我还是看透你了。我还是想跟你一只船。我们很快就到了。我们都搬完了。小晨曦，你可真棒！本次品茶会有劳大家为吉星渊而战，品茶会危机四伏，各位一定要谨慎小心。本君会在吉星渊为大家祈福。星辰万古，福泽临渊。品茶会第一项，便是明日的灵力测试。灵力时会依次测试斗者的灵力境界，以便对手制定战术。听说灵力测试以后是由人比试，斗者不能参赛。今年的彩头是黑灵芝，特别难得，好想去看看呀！你就知道玩，我们是来干正事的。哎呀，我知道。季贤君，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呢？言笑、欧阳秋，你们先去斗者团，上报一下参加测试的斗者名单。小晨曦，你来跟我清点一下带过来的法器。是，季贤君。灵异，暂无安排，养精蓄锐吧。主上就不怕最后一无所获？我给他黄粱梦，是要他活着，不是为了别的。瞻前顾后就是在怕，我要的，是即便有千万种难题，他也选我。那如果他就是不敢呢？他可是明宪啊，有什么不敢的呢？不过只是需要时间想通罢了。那行了。明天比试就开始了，你不去看看吗？是。此人是本境斗者，在青云两境会上失误，逐水灵州神君判其受鱼怪孽妇之刑，后剥夺其斗者身份。自此之后，他就彻底疯了。这样的无主有理，还有多少？132人，还不够让我的力量变得更强。我会再想办法。
主上。化妖鼎的最后一步，是当所有妖兽元神吸入了你体内后，炼化7日才能将它们制服。但这也正是它的致命之处。所谓炼化，实则彼此遏制，彼此融合。最终，不是你将它们瓦解，就是它们将你夺舍。季伯载，你以身作鼎炼化我们，同样也要受到尸骨焚心之痛。七星院的人真的值得你这样做吗？七星神君软弱如傀儡，什么都改变不了。手法潘公利用你的能力，但对你在陈原受辱的过去不闻不问，你还要为了他们损耗自己吗？傻呀！你太傻了！季伯载为何必须闭关修炼？公主，季伯载现在已无大碍，很快就能出关了。明义，季伯载已经答应我了，有事会与我商量，为何又在此隐瞒？若是这样，本公主当真要怀疑他作为盟友的诚意了。抱歉，公主，季仙君并非有意隐瞒，而是这事儿实在牵扯太多了，还请公主再信他一回。我听说了公主在寿华潘宫的事儿，没想到公主能用这种方式把局面稳住了，实在多亏你了。孙辽所作所为，明显是叔父授意，包括上次他发难于你，目的都是为了褫夺季伯载的斗者身份。季伯载是为极星渊出战才晋升仙君的，若他不在寿华潘宫了，叔父想要对他下手，怕是再没什么好顾忌的了。偏偏季伯载以往就爱单打独斗，在寿华潘宫做事又不认真，那孙辽一挑唆，寿华潘宫上下竟当真对季伯载不满，公主只好先发制人，暂时先废去了季伯载的战客之位，才能压制住所有人。公主又干脆把这位置给了孙辽，他当战客当得风生水起，竟把韩风君的计划抛诸脑后了。你是不知道，我为了对付这个孙辽有多没面子。我知道，我懂，我都懂。那你能不能告诉我，他究竟何时出关？一个孙辽也就罢了，若穆七白此时出招，我很难应对。况且就是因为季伯载的出现，才让极星渊看到了希望。今年参训的斗者数倍于往年，甚至可以说，他们就是因为仰慕季伯载才来的。明夜，那这些人对季伯载的失望，我又该如何承担？怎么了？太累了，不行了。小珍惜，你这修为也不行啊！按你所赐，今天所有人加练1个时辰。起来吧，跟你没关系，是他要逞威风。尊者，请。尊者，今日天还没有亮，我就已经开始训练他们了。
这样继续下去，我们定能问鼎星云大会。哇，孙辽仙君当真是有能力呢！我才让你当战客，这寿华胖宫便面貌一新了。不过我今日还要办公，这外头实在太吵，不如先休息。是，尊者。谁让你们那么早训练的呀？啊，谁呀？谁？不是你吗？你闭嘴！大家都听清了啊！散了，全都散了！一点规矩都不懂，吵到尊者怎么办？办好了，尊者。啊，季伯仔，当真不如你。等夫君醒来，我一定要将你做的所有事情都告诉他。相信父君也愿意将这吉星渊交到真正优秀的人手里。是，尊者。哼。孙辽误动，不就动？呀！谁？好耶！谁干的？别让我抓到你们，不然看我不扒你们的皮，抽了你们的筋！躲起来，躲起来！是不是你干的？孙兄，你这出什么事？等等。孙兄，你身上这是五毒十灭之水啊！五毒会让全身肌肤溃烂而亡的。那会不会烂脸啊？也会啊？那这怎么办啊？啊！但你放心，孙兄，我呢刚好有解药，只要你吃，只是吃下去之后啊，难免会六脉无力，且只能卧床或者站立，就是不能行走。你怎么不早说呀你？难不等。你看，聪明。这只玉虫能为主上找到黄粱梦，主上只要将其设法放入无归海，他便会寻到黄粱梦的方向。若是季伯仔真的练出了实体的灵犀井，玉虫也能带你找到灵犀井的入口。这玉虫百年难遇，你是怎么弄到的？怎么回事？花月夜打探到了消息，我就去了趟莽夫林找到了这东西。我是说你的手。被当地人给发现了，受了点伤。你看，都已经快好了。寿华判宫目前暂无季伯仔的消息，孙辽身体抱恙，据说已腹泻3日不治，许是贪杯伤了身。前几日孙辽兴致高昂，逢人就说天机公主倾慕他，要选他做王女夫。连日诊去戒遭，难免六脉无力。天机倾慕他，这么明晃晃的捧杀他也信，真是蠢笨如斯。
他以为天机还是那个能被你哄骗的小姑娘？难道你像孙辽一样愚痴？你就看不出来孙辽去寿华判宫巡视，是本君的意思？属下只是相信，孙辽，即便一时被公主的计谋所蛊惑，仍能不忘殿下的嘱托，尽心行事，是以没有轻易的插手，却没想到他如此不济。言笑啊，你知道你的缺点是什么吗？属下不才，请韩夫君指点教诲。别人都是一颗黑心外，糊了仁义道德做掩护，你却是恰恰相反，看似是为求上位不择手段，实则一点都狠不下心。言笑啊，你想要的太多了。属下绝无二心。良心这种东西，我是丢掉了才换来和那些人谈判的筹码。你如果做不到，就对我没有任何用处。得让季伯仔陪我这些花草啊。已经第4天了，季伯仔，你还顺利吗？妖兽会勾起你心中最痛苦的记忆，迫使你进入心魔。你一定要坚守内心，绝不动摇。若人质被心魔占据，你就会彻底失去自我，被妖兽夺舍。你就没想过他是利用你、欺骗你吗？你居然还会相信身边的人？医院的过去你都忘了吗？别怕，我是觉得你跟我儿子长得好像。他10岁那年，为了抢一个包子，让人打死了。你的手跟他有一些像。他死的时候，手里还攥着包子。他那手让人踩的都烂了。我用尽了全身所有的力气，拼了命都没能把他们掰开。你说？这副模样，若来世，他想摸摸他娘亲的脸，都办不到。对不起，我的手太脏了。昨日我虽伤重，但我却能感知到用的是极行刃的灵力，是一化法吧？你完全有能力隐藏，为何之前不用呢？之前骗你，骗得太累了，所以不想骗了。那你以后还
还会骗我吗？你对我是真心的吗？主上，寒风君和司徒仙君来了。乌漆白也的确该来了。你身上有妖力，怎么见他们？我去应付。司徒仙君平日里上宫不积极，但只要是关乎吴归海的事，你总是第一个到。这到底是为了谁呀？韩风君这说哪儿的话？办案执法本就是司判堂的职责，无论大小事情，我都得第一时间调查清楚。你们用一枚破吉离就想栽赃我夫君，今日还敢闹到吴归海来？早在最先后诏自首当日，本君便怀疑有人在吉星渊豢养妖兽，派人搜查，没想到此人竟然是纪伯载。如今证据确凿，证据确凿，那你倒是说说，怎么个确凿法？孟阳秋为纪伯载种下引妖吉离，他浑身便散发妖气，寿华判宫上下可都是亲眼所见。好多人都看见了，对，动手！且慢。众所周知，豢养妖兽的人身上的妖气绝不会消散，所以我们再验一次，只要他身上并无妖气，就能证明他的清白。这颗引妖吉离是纪伯载走后，司判堂从寿华判宫收集到的证物。姐姐，从纪伯载身上取下的引妖吉离，可以给我吗？我能让他失去法力，验不出任何东西。我取下它的时候就化解消失了，我没能留住。不用担心，我一定想办法证明季仙君的清白。谢谢。你又如何能证明这引妖吉离没有被动过手脚？那韩风君检查一下。豢养妖兽的人，自然不敢拿过来检查。司徒岭这是在诈他。引妖吉离，司徒仙君这枚引妖吉离真的是之前那枚吗？如果是真的，怎能就这样用手拿着？引妖吉离可以验出妖气，但本身无害，当然可以用手触碰。是吗？可韩风君当时明明告诉我，引妖吉离不可以直接用手触碰的，所以。孟阳秋，这是怎么了？就是孟阳秋，不大对劲儿啊！难道是恶疾犯？孟阳秋，言笑，你快看看孟阳秋到底是怎么了？我怎么感觉孟阳秋快要不行了？你快抓紧给他看看呢！就是看着不大对劲儿，对，才好好的呀。孟阳秋。韩风君是想在我的吴归海杀人灭口吗？
息。薄洁白，对付我，你还需要外人指点啊？那个用灵力打伤了我，还从头至尾不敢露面的，究竟是何方神圣？连穆奇柏都敢跳上台面，你却始终畏首畏尾。看来是哪个和陈渊勾结，来自上境的仙君啊！真是聪明啊！我都有点不想杀他了。说，季伯仔在哪儿？还不说？在哪儿？在哪儿？大哥，我求你，你放了他，有什么事冲我来。说不说？你现在不过是任人鱼肉的蝼蚁，还要垂死挣扎吗？难道你们就不是蝼蚁吗？穆奇柏，你对那些人卑躬屈膝，贱卖尊严，受他们指使，利用沉渊炼药豢养妖兽，以为就能得到他们的支持，替代极星神君。结果沉渊被封，妖元被季伯仔所炼化，眼看寒风君就要功亏一篑，想抓季伯仔抓不到，就想对我这个小仙子下手。什么寒风君，就是彻头彻尾的一条好狗。到最后镜花水月一场空，还要对他们摇尾乞怜。让你嘴硬。可怜呐！哥，我求求你放了他。有意思。婆婆，明义被穆奇柏抓去了龙礼台，那里不知被谁事先设下了结界，我实在是进不去。婆婆，你帮我跟季宪君说一声，就说我求他救救明义，你跟他说一声就行。我求他救救明义，你说一声就行，婆婆，婆婆。这是穆奇柏设下的圈套，目的就是引主上出来自投罗网。眼下正是炼化妖元的重要时刻，如果此刻出关，不光之前的努力全部白费，主上也会受更严重的损伤。我也不想明义有事，可你也知道他现在身在何处。是，季宪君要做化妖体，此刻让他闭关不出才是最好的选择。为了避免暴露行踪，此刻按兵不动才是最好的选择。这些我都知道，可明义是我的亲人，我没得选。多谢。这里啊，没白养的。